哎，阿宇，你下个月就要成婚了，不陪着嫂夫人，反倒跟我们浪迹莲花巷，怎么着？你那未婚妻你不喜欢啊？一个沉闷无趣的老女人，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呀？那个女人比阿玉大6岁，跟个管家婆似的，也不知道伯父跟伯母怎么想，居然要你娶她。我爹娘相中她能干，不娶这个，他们也会给我安排下一个，随便娶个回家，让他们都满意了，少管我在外面找乐子。哼，请问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误喝了加了料的酒后被旧情人堵在墙角听现任未婚夫说自己坏话更糟心的事情吗？这就是你挑的新人啊！哼，聂采叶，你的眼光好差劲。是啊，我运气一向很差劲，比如遇见他，比如遇见你。滚！该死的催情药！怎么办？你的未婚夫正搂着新欢调情，怕是没空联系你啊。不如你求求我，我勉为其难的做你一夜解药。给我找个官来！夫人要什么样的呀？哼，比他带劲儿就行。过来，唐云帆，你是不是有病啊？奴家刚卖身，头一回接客，万望夫人怜惜。给老娘换个人来，这个我嫌脏。聂采叶。不脏的，洋洋乖，除了你，我从没碰过别的女人。真是荒唐！还有1个月，我和顾瑜就要成亲了。然而此刻一墙之隔，他在隔壁怀有美眷，我却和3年不见乍然重逢的旧情人混上了一张床。阿宇啊，怎么了？啊，无事，应该是听错了。那个女人怎么可能出现在莲花巷？嘘，这里的隔音可不怎么好。洋洋水灵灵的眼睛瞪着我，一副想骂我又不敢出声的模样，也好可爱。我的洋洋怎会无趣呢？他们根本不了解你。你闭嘴！真不公平，对不对？凭什么那家伙可以光明正大寻花问柳，我和洋洋却只能偷偷摸摸的，像在做坏事一样？你以为你在做什么好事吗？我在为洋洋解毒啊！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可是舍小身取大义。我自风流，路过人间，一壶酒。他就是故意的，平日里也不见那样粘人，出了床位就哑着嗓，一声是泱泱唤个没完，馋得我连梦里都是他在叫唤。泱泱是我的乳名，我叫聂采叶，叶为火，阳为水，水火相融，刚柔并济。自爹娘亡故后，这世上会唤我乳名的便只剩一人，他是我从16岁到23岁7年间唯一想嫁的男人。可是洋洋，我们从头来过，好不好？从头来过，再也不分开了。可是3年后的今日，我马上就要嫁给别人了。夫人芳容与3年前一模一样，纹丝未变，还是这么漂亮。一个合格的前男友就该像死了一样，而一个合格的床伴下了床就该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情。你打算何时与顾家解除婚约？用不用爷去给你撑场子？我何时说过要解除婚约了？你没听见他昨晚跟他那群狐朋狗友怎么说你的吗？你还要跟他成亲？怎么着，聂采叶，在我面前冷酷无情，对着外面的野男人，你恋爱脑上头啊？第一，顾瑜是我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未婚夫，真要论起来，你才是野男人。第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也不是什么纯情少女，大家各玩各的也挺好，谁也不碍着谁。最重要的一点，我和顾家达成了协议，此时解除婚约，我会受到很大的损失，百害无利。又是利益，赚钱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为了赚钱，你是要把你的婚事、你的下半辈子都拿去做生意？你丢钱眼里了你？钱当然重要，虽然他不是万能的，但他能让我不必再对着男人摇尾乞怜。至少在身中春药受的未婚夫冷落的夜晚，我还可以找一个善解人意的官共度良宵。昨晚的赏钱我很满意，有机会还点你啊。聂采叶，
啊，阿玉，那不是嫂夫人吗？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是见我一夜未归，今早特意来找我的？你非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是。聂采叶，我是答应了爹娘会娶你过门，但是除了少夫人的名头，别的我什么都给不了你。少做这些无用功，别妄想我会喜欢上你。你在为他难过，他不识好歹。你想多了，不着家的丈夫暴富的我，做梦都要笑醒。哎呀，坐拥家财万贯，真心一文不值。别再跟着我了。我爹在陆和盛当了半辈子掌柜，陆和盛是滕家的商号，所以我和滕林凡年幼相识，青梅竹马，我们是彼此的初恋，早早的便定下了终身。没想到他会追到桃李溪来，既然彼此都放不下，你们当初为什么分开？也许是因为他说了一句：我特意找人算好了良辰吉日，嫁给我，我养你啊！你知不知道我今天真的很忙啊，一大帮人都在商号等着我，你把我堵在家里就为了说这种无聊的事情，我用得着你养啊？你别拖我后腿就够了。我那天一气之下，话是说的太过分了，等我忙完去找他道歉的时候，就看到他与别的女人谈笑风生，眉来眼去。他觉得我只知道赚钱，冷落他，不在乎他，于是故意亲近其他女人气我，结果假戏真做玩脱了，把那姑娘的肚子搞大了，然后我们就闹掰了。孟少英已经离开滕家，她生下的那个孩子不是我的，我根本就没有碰过她。我当初同你解释你不信我，现在同你解释你还不肯信我吗？那如今误会解开了，你们算了吧，既然都过去了，那就过去吧，日子都是往后过的，回不到从前了。有空来喝喜酒，我和顾瑜的。10月念2，好日子。洋洋，聂采叶，你要让我来接你回家。既然所嫁之人并非心悦之人，那嫁给谁都无甚所谓。一个未婚夫，一个旧情人，这是什么修罗场啊？你们认识？不认识，走吧。滕林凡，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醉糊涂了，在大街上睡，快起来！我没有地方去，洋洋不要我了。你这几日在桃李期是在哪儿住的？客栈啊。那就回客栈啊。客栈不让住，我没有银子了。银子呢？银子没有了，买酒了，赏给小二了。你把你身上的银子全都掏出去了啊！滕少爷出手可真阔绰呀，这我在莲花巷给你的那些，都够你把半座酒肆盘下来了，你个败家子！洋洋，头疼，我难受，我想睡觉。那你就在这大街上睡吧，手下看。不要，离我远点，别吐我身上。洋洋，叫魂呢！我好想洋洋亲亲我好不好？啊！你是不是打我了？把嘴闭上！我没打你啊，我只是扇了你一巴掌。洋洋不打我，洋洋好，这里疼，这里坏，更疼了。呵，你说就你这个喝醉后脑子都被挖空了的家伙，你这辈子最好把酒戒了吧。乖，听话，爬起来。滚！别逼我再扇你一巴掌。松手！不要，我们分开整整2年10个月66天，这么久，我好想你，你都不想我，你还要跟别人成亲，洋洋变心喜欢上外面的小白脸了，洋洋不要我了。你能先把你的爪子从老娘的腿上挪开吗？你都不亲我，还让我睡大街！别嚷嚷，3更半夜的扰民啊！你先起来。那亲亲，如给亲亲，我就不起来。你再给我胡搅蛮缠！亲亲，亲亲！算我求你了，少爷，乖一点好不好？听话，起来，我们回家了。回家
洋洋带我回家，我们一起回家。这里是哪儿啊？我刚来桃李7时置办的私宅，原先我就住在这儿，直到和顾宇订婚，顾家二老以培养感情为由，让我搬进了顾宅。这2个月我都在顾家住，也没回来过几趟。姑娘今晚怎么回来了？这位是给这烂酒鬼煮碗醒酒汤了。洋洋有钱，我没钱啊！我给洋洋当小白脸。我可养不起大少爷，买这座院子的银两还是我从你家带出来的呢。狗男人，从老娘身上爬起来，你往哪儿啃呢？心肝，别这么口是心非，你也想我的。莲花巷那夜我就知道，你这3年根本就没找过其他的。洋洋这辈子的男人只有我。你没醉，你骗我。醉了，哎呀，这不方才喝的醒酒汤酒醒了吗？我说你怎么那么巧，醉倒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眼界这么直，你怎么不去唱戏呢？洋洋喜欢听什么戏？我明日就找戏班子学去，可好？滕林帆，放手！我媳妇儿都要嫁给别的男人了，我借酒浇愁，疯点傻点怎么了？我不装疯卖傻，怎么进得了你家门呢？爪子给我撒开！少拿一脸疯相盯着老娘，你以为这样我就怕你了？有本事你把我生吞活剥了！行啊，是。所有的证明，最丝滑的饮水点着湿气息的声音，人汤里跌落着。林帆，你真是个畜生！我畜生？别碰我，混账东西！还有呢？你有病吧？继续吗？莲花巷那夜我没听够，今晚续上。丧心病狂，你无耻！禽兽！也他妈都3年没开过荤了，不当禽兽当太监。那天晚上我都忍着没敢放肆，你知道吗？我低声下气的讨好你，温柔小意的哄你回心转意，结果你睡完我扭头就要嫁给那个姓顾的。你在意，你有没有心？不是，我就想不通了，你图他什么？人家怎么了？他比你年轻，毛都没长全。滕林帆，你有病吧？我都没哭，你哭什么哭？让你委屈上了。怀个宝宝嘛，好不好？这样洋洋就不会嫁给别人了。我怀你祖宗！再把眼泪蹭老娘胸上，我头给你血了！好凶！我都说了，3年前是孟少义算计我，他未婚先孕找不着孩子的爹，拿我当接盘的冤大头呢。误会不是都已经解开了吗？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接受我？你还要嫁给别人？你个坏女人！我爹在陆和盛做了半辈子掌柜，滕林帆是陆和盛的少爷。滕老爷和夫人平日里待我们宽厚，可要他们的宝贝儿子娶我，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有些不满意的。我爹离世后，我接了他的班，我拼命为陆和盛赚钱，没日没夜的想要闯出一番事业，向滕家证明，纵我出身不足，但我有能力，我配得上滕林帆。可是，洋洋，别做那个掌柜了，留下来陪着我。别闹了，我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你哪天不忙，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总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那么累？养家糊口是男人的事，轮不到你操心。你嫁给我，当个清闲的少奶奶不好吗？他觉得我只有每天陪着他谈情说爱，躲在他的身后，让他去和他爹娘周旋。反正他爹娘溺爱他，哪怕不喜欢我，也会为了儿子的心意同意我们的婚事。可我觉得那样不好，我不想当魏少爷低眉垂怜的灰姑娘，我想靠自己披荆斩棘，踏平坎坷后，足以配得上他。但他并不理解。我有时候真的忍不住怀疑，你到底爱不爱？哪怕我和别的女人亲近，你也不知足，永远都是那副无所谓，让我别爱到你的滋味。我那不是信任你吗？我知道你不会背叛我。你那是不在乎，你每天都待在陆河上，我不去找你，你从来不会主动找我。你陪着我的时间还没见伙计的时间多，是不是在你的眼里，
那些生命远比我重要的多得多。他说我不爱他，他在我身上看不到一个女人为了爱情发疯失智的热烈，而我觉得含着金汤匙出生被千娇万宠的少爷总是那么幼稚。为爱发疯并不能改变他父母对我身世的偏见，但是在陆和盛站稳脚跟，会让很多人祝福我们的婚姻。这世道终究是凭本事说话的。哎呦，唐老爷好福气啊！这聂掌柜是精明能干，年少有为啊，跟滕少真是珠联璧合，之后定能携手将陆和盛发扬光大呀！彩叶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他可比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优秀多了。我一心追求滕家二老的认可，本以为胜券在握，却没料到孟韶音横插一刀。与我满身铜锈不同，那孟家小姐是位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她爹娘的心当时便偏了。我腹中孩儿已有2月，我爹和滕世伯打算就在下个月挑个好日子定了我和林凡的婚期，届时聂姑娘可一定要来喝杯喜酒啊！那天我喝醉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洋洋，你信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可能帮他？我之前只是跟他逢场作戏，想让你知味，让你多在乎一点。不重要，不管怎样，他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滕林凡敢做敢当，有个男人有。你这是要将我拱手让人了？早在我为了嫁给你拼命往上爬，你就有着别的女人气我的那一刻，我们就完了。雨也要缠住心事滔滔，春寒正了酒，聆听也好，如此呼。彩叶，你知道的，灵儿马上就要与韶音成亲了，你的身份再留在陆和盛也不合适。不过你总归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滕家也不是那等薄情寡义之门。这里有500两，你拿去，就当做来日你嫁人，滕家为你添的嫁妆，望你另觅良人，莫要再纠缠灵儿。夫人，高门少爷爱上灰姑娘的戏码，不止少爷会厌倦。况且我不是灰姑娘，我是陆和盛的掌柜。夫人要遣我走，那我们就好好算笔账。我18岁进入陆和盛，做了5年，月薪30两，从没涨过，还自降薪酬，每月只取1半为之生计，余下1半充公。5年，1年12个月，共计900两银。夫人只需结请我应得的报酬，大可不必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施舍给我这500两的陪嫁。你倒是敢狮子大开口！最后，我输得一败涂地，失去了心爱的男人，还被滕家扫地出门。洋洋，别走！醒了就从我家离开，回滕家当你的大少爷，我可不会再收留你第2次。我不走。也行。等我成亲那天，喝杯喜酒再走。聂彩叶，我知道错了。3年前的我幼稚又可笑，伤到了你的心，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绝不再犯。洋洋，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重新接纳我？你昨晚一夜未归？回了一趟我家。你就不问问大清早的，我为什么会在外面吗？那你为什么在外面？小爷，昨晚留宿莲花巷，这会儿刚回来。果然，他根本不在乎我怎样。3年前，我离开滕家后，来到桃李期，无依无靠，前路茫然，恰逢顾忌在招人，我就去应征了。后来我一路做到顾忌的大掌柜，颇得东家赏识。叶掌柜的才干，老夫心生钦佩。这不，我有个不成器的儿子，想交给叶掌柜调教一番，劳烦您费心呐。爹，我不想跟他学做生意，况且她一个女人，他会什么呀？学生拜见聂先生。我和顾瑜的婚事并非出于情爱，而是一场交易。昨晚泱泱带我回家的时候，你在后边跟着吧。听了一夜墙角。彩叶啊，这段时间你就不用去顾忌了，那儿有我看着。小鱼，你带着彩叶一起出去逛逛，婚期将近，你们也该去挑挑成亲用的物件了。
但凡你是真心喜欢那个姓顾的，不用你赶，我现在就滚，滚出10万8千里去，这辈子都不再爱你的。可是你不喜欢他，洋洋，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就这么随便的交付余生，你就那么执拗，宁愿嫁给一个毫无感情的人，也不能回头看看我吗？你真的想嫁给我吗？我知道你不想娶我。不是这样的，我们谈笔生意，只要你肯解除和他的婚约，条件随便提。你不喜欢他不是吗？那正好随了你的意。我和我的未婚妻之间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手吧？只要她想嫁给我，我无论怎样也不娶她的。那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唐一凡，你怎么在这儿？你跟踪我？竟然是他！你突然发什么计划？唐一凡，只是在外面，太要得了！为什么不能让人看到？我有那么见不得光吗？洋洋，你告诉我，我到底算是你的什么？情妇还是外室？应该像个死人一样爱惜个前男友。好啊，反正我拦不住你和姓顾的成婚，那我就留在桃李溪做你的外室。你发什么癫啊？你真的铁了心要和顾瑜成亲吗？啊！洋洋，你告诉我，顾家到底学给了你什么？他能给你的，我也能。不要和顾瑜成亲，不要和顾瑜成亲，好不好？东家这是何意？犬子年方20，尚无婚配，要说模样也算仪表堂堂，就是性子顽劣了些，对家中生意颇不上心，正需要一位敦厚持重的夫人来管教他，帮着他打理家业，不知聂掌柜能不能看得上他？东家莫要说笑，我和顾少爷之间毫无男女之情。感情之事可以培养嘛。实话跟你说了吧，老夫就是不想看着一手创办的家业毁在那小子手里。5年，如何？聂掌柜就跟他试试。倘若5年之后，顾瑜仍是一滩烂泥，扶不上墙，你二人仍未生出情愫，便合理便是。届时，老夫愿将顾家一半家业赠与姑娘赔罪。自离开陆和盛后，我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商号，这样的条件实在诱人，我拒绝不了。于是我和顾瑜的父亲立下之约。这天儿马上要下雨了。顾叔、顾姨，待会儿吃完饭，我有一件事情得同二老说一下。我也有件事，我先说吧。何事啊？婚礼取消吧，我不会娶她的。混账东西，你再说一遍！再说多少遍都一样，我不喜欢她，死都不可能娶她。要么立马取消婚礼，要么爹，你今日就打断我双手双脚，否则到成婚那天，我也会不择手段毁掉婚礼。届时在满堂宾客面前丢了顾家颜面，你也别怨我。小鱼，你这是做什么呀？之前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这喜帖都发出去了，临到头了，你怎的又突然悔婚了？之前是孩儿不忍忤逆爹娘，委曲求全，可这几日我辗转反侧，实在忍不了了。我不想后半生都和一个不喜欢的女人绑在一起。爹娘，可就成全了我吧。你怎么会不喜欢彩燕？如若爹娘不成全，孩儿便再次长跪不起。一次，我今日打死你！彩燕，顾叔，世间万般事，最是情字不由人。既然顾少爷与我实在难生情愫，又何苦强配眷侣？这婚事便作罢吧。此事止损，好过消磨来世。孽缘呐！此刻竟不知从何说起。彩叶，别管他，让他那混账就在那儿跪着，好好反省。
其实顾于一开始还是很敬重我的，他年纪小，虽有些少年义气，贪玩厌学，但本性不坏。或是人间愁滋味的富贵公子哥儿，身上多少是有些相似的地方。哎呀，你就放我半天假吧，先生，求你了。好泱泱，生意是永远也做不完的，你就陪我偷个懒吧。先生，你看那蝴蝶。你皮痒了就直说，再把什么丈的螳螂都往我身上放，你看我不将你10根手指头一根一根掰断。多可爱呀，这小东西。先生，聂先生。先生在透过我的眼睛望着谁？一个故人。他与我长得很像。不，你们长得一点也不像，只是你总会让我想起他。他是谁啊？我没想到你竟然厌恶我至此，对不起啊，之前是我一己私心，给你造成了困扰。索性你我从此刻起一别两宽。你的伤无妨，你起来吧，别犯傻。老爷子只是一时放狠话，下这么大的雨，你要是一直跪着，着了风寒，心疼的还是他。一场岁月围城，几世牵绊，恍然如梦。这冥冥中生，无数相逢。我一直都知道他心里有个忘不掉的男人，也知道他看我的眼神里没有半分喜欢，所以就算我故意贬低他，喝花酒，拼命的想要引起他的注意，始终不悲不喜，怒不怒，无所谓。可我还是盼着，只要她想嫁给我，我无论怎样也会娶她的。那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如她所愿。何阳，唐林凡，你故意的是不是？不是你说的不许我再进家门吗？那我进不来，只能在外面待着。到底怎么一回事？昨夜里雨下的那样大，这滕小郎君他就那么倚在大门外边淋了一夜，也不说敲门进来。这都立冬了，天多冷啊！我今早一打开门，看到他孤零零倒在门前，额头发烫，人都烧昏过去了。这不前脚刚把大夫请过来，姑娘您就回来了。跟我演苦肉计是吧？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多危险？你也不怕真把自己烧成一个傻子？记不记得那苦肉计演的再苦，也要对方还在乎会心疼才行啊。杨洋是在担心我吗？你的心还会为我而疼。闭嘴，躺下睡觉。我不想跟一个发着高烧脑袋都不清醒的人说话。洋洋，你不要和别人成亲好不好？我让你躺下睡觉。就在你昨天被浇成落汤鸡的时候，我和顾姨的婚事作罢了。啊！你在痴心妄想些什么？滚下来，自己吃。我还病着呢，没有力气。哎呀！啊！你看，手都抬不起来。爱吃不吃，不吃喂狗。哇！夏日蒸蛋羹，你亲手给我做的？以前在樱花渡，我每回生病的时候，你都会做这个给我吃的。食不言，寝不语。你还记得我爱吃的？哼，承认吧，女人，这些年你根本就忘不了我。你还深深的爱着我。别逼我在吃饭的时候扇你。口是心非的女人，你都为了我退了和顾家的婚了，你还说你不爱我？傲娇的泱泱，我也好喜欢嘛。我和顾姨退婚，只是因为我想清楚，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蹉跎岁月，确实不值得，跟你没有半个童子儿的关系。你少自作多情。嘴硬，软的。唐林凡，你是不是有病啊？啊，白天大夫不才说了吗？哟，坏了，不会把你传染了吧？我明天要是也染上了风寒，老娘就把你头卸了。狗男人，病好了就滚回樱花渡，你都耍色干什么？我的病是好了，让我看看你肩膀上的伤消了没？这个玉洁，洋洋看起来好像……
不是，好可怜。哎呀，这淤青，那老头看着慈眉善目的，下手怎么这么重啊？再涂点药，为夫给你揉揉。敷你个头啊！情夫也是夫吗？我也要。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啊？你都来桃李溪多久没回去了？你爹娘也不说什么？冬日煮茶，与青青同饮，实乃人生一大乐事啊！我这次来可是经过他们同意的啊。临走前我就放下话，泱泱不回去，我也不回去。当初你离开滕家后，我爹娘压着我跟孟少云成亲，我不愿意。我说了那一晚是个意外，我全然不记得了。我可以留他们母子在滕家养一辈子，但我绝对不会娶她，更不会跟她拜堂成亲。少英腹中还怀着你的骨肉，你说出这种话，你将他置于何地呀？孩儿自知愧对两家长辈，亦无颜面对孟小姐，还请爹娘赐我一碗毒药。我今天死，明天出殡，后天让孟小姐嫁进来，既全了两家颜面，还能让外界赞颂孟小姐仁义美名。往后有钱有儿，随便养小白脸，还有两家父母都疼你，恭喜你啊，人生赢家。林凡，别说笑。我没说笑，你们都知道的。我媳妇儿前2天刚走，她不要我了。我现在的精神状态跟死了老婆没什么区别。嫌麻烦也可以一块办，明天我死他过门，唢呐上午吹完白事，傍晚吹红事，热热闹闹的喜庆。门口荒唐，胡言乱语，你这逆子！你这么说，你爹没打死你？什么话？那是我亲爹，他下得去手吗？打个半死而已，这不现在还能来见你吗？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傻小子，你这不是要为娘的命吗？爹爹何不下手再重一点，打死我一了百了。唐林凡，我不是在说气话，娘，洋洋不要我了，我真觉得往后的日子都不想过了。不许说傻话，不许说傻话。那天我眼泪一出来，把我爹娘给吓着了。那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在他们面前哭，哭得歇斯底里，绝望又无助。那日之后，我爹便对婚事缄口不提。孟家来人，他只说我伤重卧床，难以成婚。少爷，灵儿现在对你抗拒得很，硬逼她倒不如缓一缓。你先安心养胎，把孩子生下来。有了孩子，何愁日后攥不住他的心？你倒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爹娘到底是拿我没办法，孟家也没再相逼，婚事一直拖着。他们从我爹那儿可捞了不少好处呢。而且孟韶音根本不喜欢我，他的孩子也跟我没半点关系。他那孩子的亲爹是个江湖人，听说是从什么刺化宫里出来的，不知道咋的死了。孟家本来就不同意孟韶音跟那个江湖人在一起，孩子都是偷摸怀上的。结果那男人死了，他更舍不得打掉这个孩子，于是就设计坑上我这个家世好大冤种给他接盘。你猜后边怎么着？事情败露了，他老相好没死，回来找他了。就在孩子出生1个月后，他失踪了，连孩子都没要，跟那个男人私奔了。那孩子怎么办？孟家抱回去养呗，亲闺女生的亲孙女，哪有还能扔下孩子不管啊？估计孟韶音也是这么想的，才敢这么大胆的走掉。哎呦，所以说我在这个故事里呀，充当了什么呢？充当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人。要不是你为了气我任由他接近，也不会让他有可乘之机坑上你，活该。我知道错了，从前是我太幼稚，自己当着游手好闲的纨绔，还嫌你终日忙碌。你走后，我进了陆和盛，跟我爹学做生意，才知道那些年你吃了多少苦头，有多不容易。以前彩叶在的时候，他都是最尽心、最负责任，操着最累的心，还要自降心肠，就想要壮大陆和盛。你说他都做到这份上，还不图利，他图什么啊？图你呀，傻小子！每回有人夸赞他与你般配时，彩叶听着听着，那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这么努力，只为配得上你。我却还觉得你不爱我。
我真该死。行了，别哭了。那，你下次亲亲我吗？我那不是太爱你了，你忙起来都不理我。但凡你抽出一炷香的时间多亲我几口，我就不会觉得你冷落我了。现在不上也不晚。不要脸！疼吗？啊，你说我挨的那顿家法啊？不疼了，早都过去了。那没过去的时候呢？疼得想死。其实你离开后，我偷偷来过桃李溪好多次，每次都只敢躲在暗处看看你过得好不好。那时孟少英还在，我没法来找你。后来孟少英走了，爹娘知我放不下你，明里暗里的让我接你回去，可我还是不敢出现在你面前。我呢，我怕你讨厌我，怕你觉得我缠着你，怕你去更远的地方，让我再也找不到。那你这次怎么敢出现的？你都要跟别人成亲了，我要是再不来，我就真的彻底失去你了。混蛋，都怪你！明明我以前很认真的只想嫁给心爱之人，后来却觉得随便嫁给谁都无所谓，都是因为你。你再度出现，我看见世界都怪你，都是我不好，差点就把你给弄丢了，以后再也不会，真的再也不会。暖不冷？他比你暖，男人真是没用的东西。给我也暖暖。我突然想起，我来的时候，我娘还让我替她向你道歉来着。她之前对你那样，其实不是看不起你的出身，而是还有点嫉妒你。阿娘对做生意呢是一窍不通，同为女子，她看到你在陆和盛当掌柜叱咤风云，我爹还那么倚重你，整天夸你，他儿子呢又是个恋爱脑，满脑子装的都是你，他就难免有些意难平。这话是他亲口告诉你的？怎么可能？我偷听到那天他和我爹在书房吵架来着。那他怎么会突然跟我道歉？我爹把他哄好了呗。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的，他被我爹宠了这么多年，这身上吧有些刁蛮的脾气，但本心不坏。哼，那倒是，他除了会在口头上刺我两句，别的也干不出来什么。阿娘年轻的时候是个笨蛋美人，这么多年过去，脑子也没长出来多少。你走的时候要了他900两，你不知道他念叨了多久，每天两眼一闭就是后悔当初斗嘴的时候，这怎么就没斗过你呢？那900两是老娘应得的，我一分没多要你们的。我的聂掌柜为了陆和盛呕心沥血，区900两怎么够？你走后我接了掌柜，我爹可不满意，天天在我耳边念叨。那样跟我回樱花渡吧，我们回滕家成亲，你还回陆和盛当大掌柜，我当你的小跟班，我们一起把陆和盛做得更好，好啊？不好啊！顾忌的老东家对我有知遇之恩，当年我来到桃李溪举目无亲，全靠老东家赏我一口饭吃，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就算要走，起码也得等开春后，顾忌找到新掌柜，把一切安排妥当，我才能安心离开。洋洋说的有道理，是我考虑不周。所以等天晴了，你走吧。你跟我走？不是，我们不都……你怎么又这想什么呢？这不快到年关了，你回陆和盛给你爹搭把手。况且你都出来多久了，不回去一趟，怎么你想在这一直陪我待到开春后啊？不行吗？当然不行。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这2年多谢老东家抬举。彩叶开春后就要离开了，剩下这段日子你跟着他好好学，别再胡闹了。让你早点回樱花渡，你磨磨蹭蹭一拖再拖。我不说了，我明天走，明天一定走。明天都腊月初8了。那要不我明天陪你喝碗腊八粥，后天再走。不想离开。洋洋，干什么？不
不行吗？你看我们多心有灵犀，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那我在想什么？当然是想。诗人常道，破镜难重圆，枯木无悔追。万幸，我和他之间从来不是鸾镜一波，只是明珠蒙尘。当烽烟散尽后，我心依旧，他依然。掌柜的今儿又没来啊？怕不是被少东家临时退婚伤透了心。你说聂掌柜人多好，少东家这事儿办着实不厚道。嘿，这位爷要点什么？不劳烦，我找你们少东家。什么意思啊？我的信物，倘若来日你有求于人，就拿着这个去陆和胜。我滕凌帆欠你一个人情，便会救你一命。你知道泱泱不想嫁，所以故意先他一步提出退婚，成全了泱泱，又替他担下流言蜚语。虽然泱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不会让我的女人亏欠别的男人。这玉扳指看起来可值不少银子呢。喜欢拿去。哎呀，少东家莫说笑，这么贵重的东西，小人可不敢要。可我为我心悦之人所做一切，只是因为我心悦他而已。那家伙轻飘飘一句话，就想将我的真心全部抹去吗？这个人心，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光。你留下这段时间，只许教他做生意，不许和他日久生情。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醋坛子！你差点就嫁给他了。关于我和顾瑜的婚事，其实当初老东家提出来的时候，我也纳闷，5年为期，若是和离，顾家便要将一半家产送给我，这怎么看都是一笔赔本生意啊！顾叔图什么？就图我能帮他打理顾家？哼，因为顾瑜他爹娘看出来了。什么？顾瑜喜欢你？怎么可能？你别瞎猜，你当我是金元宝啊？谁见了都喜欢。那你为什么就笃定他不喜欢你？他不喜欢我都摆在脸上了好吗？他要是喜欢我，怎么可能去喝花酒，还跟他朋友那样贬低我？你忘了当初在莲花巷听到的了？说不定他就是想用这种幼稚的手段引起你的注意，是不是跟我以前挺像？你们都是神经病吧？谁叫好人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那年新年，那家伙央着我和他一起回滕家过年，我没答应，把他一个人赶了回去。大年初一那天早上，我一打开门， I like it when it's just me and you. I think by now you know it too. 檐上白雪，檐下的鲜衣立马，凛冽寒风冻红了他的脸颊，可炙热眼神里生机勃勃。新年快乐！你什么时候来的？昨夜啊，我陪爹娘用罢除夕家宴，便带着这家伙一起来给你拜年了，一路无惊无险，今早刚好到。那么远的路，还是在这么冷的夜里，你疯了！来见你的路永远不算长，唯心似箭。恭迎大掌柜！从今天起，陆和胜的大掌柜正式回归，你们都记住了啊！我爹之下，掌柜的最大。少爷，那你以后干什么呀？爷命好，掌柜的赚钱，我负责花。岁月慢慢流淌，日子仍在往后过。我爱的人，他在我的过去，在我的身旁，更在我的未来。好像在电影中，男女主角相逢。I like it when it's just me and you. I think by now you know it too. Now sorry if we disagree. Ooh, just hope we feel the same way too. About me and you,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happen. Feeling so lost, feeling so much.